演员孔莹莹，代表作品包括《横平影视底线》是凯西，《奔跑吧麋鹿》是张童妈，《我和我的家人》是陈密等等。短剧作品有《雅母山海情》是女主沈倩，《长兄为父》是女主陈文文，《爸你别想再娶我妈》是女主张琴，《天涯寻亲》是女主陆晴，《妈妈别再哭泣》是女主黄亚楠，《80之锦鲤福宝》是女主张秀莲，《妈妈回来了》是女主贾春梅等等。下面我们看孔莹莹的短剧作品都讲了哪些故事吧。《雅母山海情》是一个有关失忆与寻亲的故事，讲述了沈倩和她的哑巴母亲在村中备受欺压，生活艰难。一次，母女俩被逼到山崖边，沈倩为救母亲不慎跌落山崖，幸得路人相救，却因此失去了记忆。5年后，沈倩摇身一变成为叱咤商场的女总裁，带着开发项目的计划重回故乡，试图找回丢失的记忆。然而，她并不知道这5年里，她的哑巴母亲在村中受尽凌辱，苦苦等待女儿的归来。村长为了掩盖当年逼走沈倩的真相，试图将哑母偷偷送走，并找来一个骗子假扮沈倩的母亲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沈倩回乡后，面对这个假母亲和村中众人的虚伪面孔，心中疑惑重重。她一边推进项目，一边暗中调查真相，逐渐发现村中隐藏的黑暗秘密。经过重重考验与险阻，沈倩终于揭穿了村长和骗子的阴谋，找到了被囚禁多年的哑巴母亲。母女相认的那一刻，多年的委屈与痛苦化作泪水。沈倩发誓要为母亲讨回公道。她以总裁的身份，不仅让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还带领村民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。这是一个关于亲情、复仇与救赎的故事。沈倩的回归不仅改变了母亲的命运，也揭开了村庄的黑暗面纱，最终迎来了光明与希望。喜欢小朋友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80之锦鲤福宝宠上天。1978年，幸福村的孙盼娣产下一个女婴，导致从此后不能生育。她因此痛恨起刚出生的女儿，和丈夫商量后，决定将女儿放到深山自生自灭，抱养一个男婴回来。两人离开后，锦鲤化身的小福宝投胎到女婴的身体里面，正好被循着天降异象的张秀莲找到，并抱回了家。而张秀莲正是孙盼娣的大嫂。面对重新回家的福宝，孙盼娣表示福宝是一个灾星，并且不能接受家里多花钱养一个女娃。在奶奶王桂英的坚持下，福宝过继给了大哥赵公平或张秀莲一家。福宝的到来不仅给张秀莲夫妻俩带来了好运，也让抛弃他的孙盼娣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爸，你别想再和我妈结婚了是一部反映家暴的社会现实题材的短剧。陈安安的母亲张琴，半生都深陷在丈夫陈文强的家暴阴影中，忍辱求生，默默承受着身心的摧残。直到陈安安大学毕业，终于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张琴才在绝望中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寻求解脱。陈安安奔丧归家，却震惊地发现父亲陈文强竟在母亲的灵堂上寻欢作乐，毫无悔意。愤怒与悲痛交织之下，陈安安失去了理智，选择与父亲同归于尽。然而，命运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他重生到了父母结婚之前。这一次，陈安安发誓绝不让悲剧重演。他要从根源上阻止陈文强娶到母亲张琴，彻底改变母亲的命运。于是，他以全新的身份重新接近母亲，试图揭开陈文强的真面目，提前将他送进监狱。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中，陈安安不仅要面对陈文强的狡猾与阴险，还要小心翼翼地保护母亲，避免她再次陷入情感的陷阱。每一步都充满危险，但她义无反顾，是要扭转命运的齿轮，为母亲拼出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天涯寻亲从题目就可以看出，这是部反映母女关系的家庭题材的短剧。5岁那年，夏昭得了重病，生命垂危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母亲却突然消失，抛下她和一个陌生男人离开了家。年幼的夏昭从此对母亲充满了怨恨，认定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。10年后，母亲突然回归，试图争夺她的抚养权，甚至因此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，最终失手杀死了父亲。夏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心如刀割，亲手报警将母亲送进了监狱。多年后，一档寻亲栏目找到夏昭，通知他与母亲相认。夏昭坚信这是母亲试图利用社会舆论和道德绑架他的手段。他决定参加节目，不是为了相认，而是为了在公众面前揭穿母亲的虚伪面目。然而，节目组却拿出了一台记忆提取器，承诺还原真相。随着记忆的片段逐渐浮现，夏昭震惊地发现，原来当年母亲离开的真相远非他所想。母亲并非无情抛弃他，而是为了筹钱救他的命，
被迫做出了牺牲。那些他曾以为的背叛与冷漠，背后竟隐藏着母亲无尽的痛苦与无奈。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夏昭的世界彻底崩塌。他该如何面对这个曾经恨之入骨，却又为他付出一切的母亲？妈妈不要哭泣是一个讲述母子关系的家庭剧。黄亚楠早年丧偶，独自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。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他与丁伟强再婚。然而，这段婚姻并未带来幸福，反而成了噩梦的开始。某日，3个孩子意外撞见丁伟强与小三私会。丁伟强为了掩盖丑事，竟狠心将3个孩子推下悬崖，并谎称他们是失足坠崖。随后，他带着小三离家，谎称他是王兄的妻子，以此掩人耳目。黄亚楠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挣扎求生，靠着包饺子的手艺勉强维持生计。他始终不愿相信孩子们已经离世，心中始终存着一丝希望。多年后，奇迹发生了，大儿子顾北明大宝竟活着归来。他的出现揭开了丁伟强的真面目。原来丁伟强娶黄亚楠只是为了骗取保险金，所谓的大嫂正是当年与他私会的小三。更可怕的是，丁伟强还计划下要害死黄亚楠，以彻底掩盖自己的罪行。就在黄亚楠命悬一线之际，大宝及时现身，救下了母亲。丁伟强的阴谋彻底败露，黄亚楠终于从多年的痛苦中解脱。他与大宝一起踏上了寻找2儿子和小女儿的旅程，决心揭开所有的真相，重新开始生活。母子2人携手面对未知的前路，带着希望与勇气，迎接新的未来。长兄为父是孔莹莹主演的一部农村亲情题材的短剧。故事讲述了陈大春兄妹4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，虽然生活艰难，但一家人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也算温馨幸福。然而，命运的残酷在一次意外中降临，父母双双落水身亡，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崩塌。年仅10岁的陈大春面对突如其来的重担，根本无法独自养活年幼的弟弟妹妹。为了他们的生存，他只能忍痛割舍亲情，四处哀求他人收留弟弟妹妹。这一别竟是20年。20年间，现实的变迁让陈大春与弟弟妹妹失去了联系。每当他想起当年无奈的选择，内心便充满了愧疚与懊悔，仿佛是自己亲手弄丢了至亲。这份沉重的自责让他无法释怀，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回失散的亲人。就在他苦苦追寻之际，命运却悄然发生了转折，二妹陈文文以陈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强势回归。她的出现不仅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家族秘密，也让陈大春的寻亲之路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。演员孔莹莹的短剧代表作品就介绍到这里了。猫猫爱看短剧频道除了有公司自己的版权剧和引进剧可以看，还有短剧导演、演员的采访、幕后独家花絮的分享哦，欢迎关注我们。